1789年，法国爆发了大革命，人民发起武装起义，因为等级制度的问题，常年搞得百姓民不聊生。他们归根到底只跟随一个人，国王路易16。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沉浸在纸醉金迷当中。要不说人民的力量是无穷大的，2年的时间里，起义军就推翻了君主制，夺过了政治权，三大势力只能抱头鼠窜。昔日吃喝玩乐的朋友，到头来落井下石，过河拆桥，惨不忍睹。作为国王的妻子，玛丽也为曾经犯下的罪孽付出了代价，于1792年被送上断头台，判处死刑。而如今时阵再次发生，玛丽安托瓦内特带头复活了。因为康斯坦丁和阿斯特拉的恩怨，地狱总会让一些灵魂重返人间。这群突然复活的死人被称之为重生者。前有不死妖僧拉斯普京，后有黑道情枭西格尔，他们的重生将彻底打乱时间线。向阿斯特拉改邪归正，康斯坦丁多次退让无果，不得已要去求助阿斯特拉的母亲娜塔莉。可这女人已是亡魂，更憎恨着自己。扎康到底是吃点亏才行啊！萨若的突然出现就很突然的，跟闪电侠紧要关头非得去度假一样。萨若要离开1天去星城处理点事情，简而言之，今天他割了。城波号上的事情交给艾娃处理，被奉命临时船长。有过猛鬼街那次的经历，扎利多多少少知道了弟弟在干嘛。他想借助吉迪恩知晓未来和过去的能力来挣一大笔钱。这种事艾娃当然不同意。超级英雄第一法则，不能依靠超能力去赚钱。白瑞要是承包了外卖派送业务，那能了得？这边雷还在和诺拉甜蜜视频，米克闯进来直呼挂掉。他最近身体状态不好，连酒都喝不下去。雷一看便知米克是得了相思病，他爱上猛鬼街世界的艾丽，导致米克郁郁寡欢，连行动都参加不了了。因为暂时不能下船，扎利给男友发了条微信报平安，对方是知名 DJ 国塔钱钱。海伍德默默地把这个名字记进了黑名单。这边艾娃临时上任，总想证明一下自己，他要求每名船员都熟读自己的规则，遇到任务要按顺序评估、监听、观察、补水和进攻。船员和我们第一次听差不多，都直呼这啥玩意儿。不守规矩是他们传奇小队唯一的底线，反正也没时任，大家各忙各的，都没理艾娃这茬。然而时任说来就来，1793年的法国巴士底奥赛发生巨大变故，死亡人数上千。可怕的是，法国革命因此失败了。小队马上抵达了凡尔赛，扎利非要去掺和下，贝拉德根本拦不住。作为一代社交名媛，扎利可是有龙女之称啊。海伍德也向艾娃求起了情，无奈答应的艾娃被喷上了龙香。这是扎利独有的香水，算是感谢了，这给艾娃熏到窒息啊！法国革命的那个时期，斩首都是见怪不怪的活动。他们根据信息抵达一场宴会，但艾娃那秉公办事的态度派不上用场，还是借助扎利的社交手段，才把众人带了进去。知道玩谁吗？还想不想干了？2句话解决战斗，与预想的不同，宴会内部却是吃喝玩乐，和原本记载中的腥风血雨完全不同。艾娃时刻提醒队员们要评监察补攻。作为一个历史学家，海伍德顺理成章化身导游，陪伴在扎利身边，行动的原因很直白。人群中尬舞的这人就是拿破仑。这个时间段的他本应该在攻打法南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胡闹呢？船小队开始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一个长相酷似诺拉的人引起了雷的注意，此人便是路易16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。一个本应该被斩首的人说着，一个断头台被送了进来，所有人都以为玛丽要大开杀戒，然而这玩意儿是用来切蛋糕的。现场除了2女之外，全体沦陷，不少人直接玩到死。玛丽一定是有某种手段，能让人死都要跟随她。这次她的重生带来了超能力是魅力，可惜男团沦陷，任务目标只能交由2女解决。一代社交名媛扎利了解玛丽的心思，他拉着艾娃乔装打扮，想让玛丽离开宴会，就要哄骗她去下一个宴会。扎利凭借美色再加以利用拿破仑，成功接近了玛丽。艾娃则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，说自己要去一个更牛逼的宴会。玛丽来了兴致，一路跟随。随着她的离开，现场暴乱了，追随者至死都要追随。逃亡中，玛丽身首异处，这就是开头为什么会说她带头复活。众人连忙将她关在了城波号上。这次行动扎利功不可没，所以艾娃允许他在船上自由活动。他让吉利根打造了一身得体礼服，后跟玛丽的人头聊了起来，这才知道他吸引人们追随的东西是魔法香水。结合扎利偷偷窥探了未来，得知自己24年后会因为龙香身败名裂，他毫不犹豫拿走了魔法香水，直奔未来而去，这让玛丽摸不着头脑。未来的国塔钱钱要对扎利求婚，更有无数记者在前面等着。扎利喷了一下魔法香水，直接上了红毯，这味道让国塔钱钱着迷，
就决定现在求婚。一激动碰洒了整瓶魔法香水，魅力如瘟疫扩散，不论男女老少都因为查理沦陷。城堡号上，雷还在给诺拉介绍玛丽，毕竟长得一模一样。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查理的行动，艾娃这才顿悟，原来凡尔赛那次行动，他和查理喷了浓香，闻不到其他香水，所以才成了在场唯二清醒的人。他马上召集海伍德、贝拉德出发，留雷和艾莫的米克寻找玛丽逃走的身体。米克几次都想火烧一切，雷只能拦住他，说这不过是一具没啥用的无头身体。结果让身体拿了喷火枪，两人开启了一场大逃亡。另一边，赶到现场的三人决定实施平肩查捕功。第一步，浓香迷脸控制嗅觉。海伍德评估现场的人都是因为魔法香水发狂，贝拉德监听到另一群人也要涌来。艾娃观察到了扎利的位置，必须除掉他的香味，计划就是补水。他一把将扎利按进水池，魔法香水的味道瞬间消散。想起进攻，海伍德找到了国塔前，一拳干碎了男人的求婚梦。别人哪知道他干的事儿，雷和米克才刚刚进攻完身体，总归是完成了任务。大家有没有怪罪扎利？萨瑞尔打来电话查岗，哥几个疯狂给艾娃打 call， 这种种场景又让扎利闪回了一些零散片段。一声声惨叫从后门传来，康斯坦丁进去已经很久没出来了。透过门孔，他们看到了舒爽的一幕。麻烦也随之而来，娜塔莉的灵魂借助门孔逃了出来，作为一个对扎康恨之入骨的怨灵，现在成了沉浸式鬼屋现场。聊到娜塔莉，又不得不回到当年，扎康因为自负的做法，害阿斯特拉被恶魔拖下了地狱，他的母亲娜塔莉受不了现实，自杀了。痛失妻女的亚历克萨寻求扎康的帮助，希望他能解救娜塔莉。扎康帮他义不容辞，可却酿成大祸。他的办法是复活魔鬼，娜塔莉成了行走人间的恶灵。之所以对这家人这么上心，因为扎康曾与娜塔莉相爱过。但作为 DC 的模范人物，扎康在爱情和魔法之间，那果断选择了魔法呀。突然，娜塔莉附身了查理。女人的意思是，咱俩也不是不能和解，但你康斯坦丁必须要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。说着，他借助查理幻化成了自己的模样。也许看着这副脸，扎康才能说实话。终于，他鼓起了勇气，召唤你回来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，他选择魔法没选择爱情是对的，拯救阿斯特拉也是出于真心，并非是自尊心作怪。坦诚换来了真诚。娜塔莉的办法是命运之击，是他和扎康小时候用来安慰童年的东西。那并非只是安慰。传说3只古老的希腊鸟剪着线，将人类的命运编织在了一起。娜塔莉告诉扎康，那东西真实存在，并且和你身边的人有关。邪魔退散后，扎康逼问查理命运之击的事情，最终得到了答案。命运之击的确存在，但很多年前查理毁了它，并把那些碎片丢到了多元宇宙。地狱里，阿斯特拉决定把仅存的一丝善念赶走，他取下扎康赠予自己的灵魂硬币。阿斯特拉要干掉碍事的康斯坦丁。众所周知，康斯坦丁患有肺癌，早该殒命，但用一些办法延长了寿命，距离他死还有10年。阿斯特拉要把这10年也夺走，作为交易条件，他又会帮对方完成一件事。女人调动康斯坦丁的命运，快进到了10年后，这边身在人间的扎康突然感到一阵不适，剧烈的咳着鲜血，病魔终究战胜了康斯坦丁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